笑什么？自己说，笑什么？笑什么？今天天气非常凉快，然后心情愉悦。对，暴雨黄色预警，你在这边心情好，心情好，就是很凉快，不用。快点说什么事情？我都不说。那我说，我说完你说。快去休。我跟大家说好吧，这个人，我们刚进去，小子，闭嘴 ！Hello， 艾瑞琳啊。什么东西啊？上来就性骚扰！欢迎来到离线玩家的频道啊！今天是夏日复评的风扇特别篇啊。虽然是复评，但是我手上这台机器啊是之前没有用过的冷门机器，很冷门啊！我说怎么这摄像头这么少呢？一看就阉割过啊！哎，它塞了一个风扇啊 ，Mate 80 Pro Max 风驰版 ，OK， 9030 Pro 的处理器。哎，6000的电池，要干爆我是吧？要干爆你，有点做梦的好吧？这是假1万，跟嚣张什么？我先打碎你的幻想。第一个，我的荣耀 Win 这个配色非常的清凉啊，骁龙815的处理器，然后是1万毫安时电池，双枪干碎你这个老太婆，好吧？今天的表现实测走起。不老头吧？什么老太婆？同样是老朋友，上次跟荣耀 Win 一起出现的 i2 15 Ultra， 依旧衣服反穿这一块，也是815的处理器，电池稍微小一点，7400，但是它的亮度稍微嘛，真的，你们现在讲话就这么讲的是吧？对吧？比华为还稍微大一点呢。它上次亮度表现不错，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把华为给战爆啊？而且据说它好像是这种 Ultra 里卖的最好的一台，真的假的？说你们这种小卡拉蜜就不配跟我一起上桌，好吧？虽然你不叫 Ultra，但我不转了。那么相关的设置和流程，我们打在中屏的某个地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视频，不要忘了一键3连加关注。还是先开始打游戏吧。依旧王者荣耀的画面设置啊，只有这台华为呢是120+最高。哎，另外2台都是144最高。我们第一把游戏呢，依旧是风扇默认，然后不开高性能或游戏模式。你这个不开高性能风扇能转吗？能转，我听了，它是在转的，给你听一下。来，我不听。本来想照顾一下某些弱势群体，但是想一想，就是要限制我们的发挥了，好吧？这个。无论是各种什么性能表现，都是你比你这个好不少了。所以说，我们今天3台呢，全部都是拉到他们能拉到高的最高的一个负载啊，包括接下来的金铲什么那些啊。对，金铲这个后面再说，好吧？我跟你们又不是一个系统的，有什么对比的？我肯定是要跟我们同系统的一起对比。今天主要就看表现啊，那个续航反正在电池差挺多的啊。看一下这个自动亮度啊，都是重新开发过的，是右边的荣耀 Win 最亮啊，左边的爱酷其次，然后中间的华为居然是最低的，怎么说啊？怎么说？拉的跟我一样啊，快点呀！看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吧？音量最大，刚刚他们俩还在争谁最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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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不管啊，今天这个华为就是最小的，不是我小啊，是华为小，音量小。朋友们打了7分钟啊，这个中间的华为呢，他刚刚大叫一声说它降了一档亮度啊，现在确实会比较暗一点，其他2台差不太多啊。你这个怎么回事呢？你负载不是最低的吗？冷门机型。这个游戏渐渐感觉彻底是被腾讯 ban 掉了，只能开专地图或者什么查探战绩，其他都干不了。在王者里面反正是完全没用了。你当时不是说还没有适配吗？那现在适配了吗？适配了，这就是适配的结果。太适配了呀！玩了快13分钟，我的 i2 变成120帧了。你确定你的风扇是开了的？我开成极速吧，从智能改成极速吧，等我看看能不能稳住吧。我觉得你开 Monster 可能更有用吧。144了。OK 144了，还是得开 Monster， 感觉跟开这个风扇没什么关系啊。已经积热太多，散不出去了。一把王者荣耀5v5打了19分钟啊，华为就是降了1次亮度，网络和帧率没有任何问题。谁有问题啊？i2 在13分钟左右的时候锁到了120帧，但是开启了性能模式之后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荣耀没什么问题就不转它了，好吧？下一把游戏我们就加大负载，我的 i2 开了一个超级分辨率，时效增强也开了一个智能优化，游戏中局里面开了一个4D 震感。然后把这个什么触控采样率都拉到最高了。荣耀呢，再打开了一个操控增强啊，这个触控调节达到最高了，然后再有这个画质增强也打开了。OK。第2把王者荣耀5v5开打，再看一下亮度呀，这把好像是我的 i2 赢了，拉满了呀，一滴都不剩了。怎么办呢？不持久啊，怎么办呢？不行吧，我调低点算了。哎呀，第2把我还以为我144稳得很稳啊，结果一看90。那你是亮度也不行，然后帧率也不行了呀？哎呀，感觉就是也不持久啊。然后呢，有一个好朋友跟我一块儿也是，怎么了？我120比他好多了吧？好多了。开性能，开吧。怎么说？回来了吗？
144。回来了。看完游戏模式之后呢，我这个也回来了。OK， 第2把王者荣耀5v5我打完了呀，这把游戏的输，我贡献了很多努力，每次团战我都不在。出生。我这个我这个华为呢，帧率和网络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也没有开高清的模式啊。我这把荣耀呢看，你是荣耀啊？你犹豫什么？讲错了，我这把荣耀它这个网络跟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啊，是在开启游戏模式之后了。我的 iQOO 插了新的模式也没什么问题，保持在了144。这把游戏打了13分钟快，我们在这里看一下信号吧。我们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现在准备发送了，来吧，自动亮度全都调过了，就是这个情况，iQOO还是比较亮的，就这个荣耀比较暗一点啊，来吧，3、2、1，走。华为晚了一点。华为发完了，哇，华为还晚了一点，哇，可以啊。其实是iQOO，荣耀这个亮度为什么自己变得那么多啊？然后它现在亮度也是最暗的，而且它发的是最晚的。现在下载一个1.6G 左右的游戏安装包，来吧，亮度都是自动调整过的，还是iQOO比较亮。来，3、2、1，走。iQOO 是可以到20多兆啊。华为这边也是20多兆荣耀很快荣耀这边显示是46兆、47，但它为什么下的没有别人多啊？我也感觉不太对劲。假的。这个iQOO的亮度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太爽了！荣耀是下的最快的了，它飙起来了。OK， 荣耀下完了，下2台，iQOO还有86了，华为83，iQOO也下完了华为是最慢的，但它也没有慢很多。现在我们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来刷个抖音呀。先来慢刷，别点赞了，哥们儿。你就是不行。慢刷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哦。那再快点吧。感觉荣耀还挺跟手的嘞。但你黑了。刚刚正常加载了一下吧，算是。那就最快吧。华为这边其实还可以。最快的话，荣耀这边黑的也有一些哦。iQOO 偶尔也有些黑的。华为是好一点吧？确实。华为一直都是有的呀。现在我们用联通卡来打电话，电信卡来刷抖音呀。慢刷都还好，只是刷的内容感觉有点问题，那就稍微再快一点。刷的内容问题好大，但手机没什么问题。感觉荣耀那边会稍微卡一点吧。对。再加速到最快。这个最快这下荣耀好像表现比上次好一点。感觉3台手机都还行吧，没有那种很严重的卡顿或者加载都会有一点点正常的加载吧。看看他们的信号表现了呀，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地铁口了。先来看电量，我的这个不是去你吃饭的地方吗？去你吃饭的地方。你吃饭的地方是小零食的地方。是你吃饭的地方。我的荣耀Win还有91的电。硬要讲是吧？硬要讲。华为还有88的电。OK。iQOO还有89的电。你们2个确实那个负载要高一些啊。接下来我们要用高的地图步行导航去往地铁口然后也是木木吃饭的地方。怎么又扯上我了？就大家都得吃，知道吧？都得吃。我就不用吃了，我就不用进去了。都吃。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34度，然后体感是多少？38度，非常的凉快啊。看了一下这个起点位置另外2台都是准的，只有我这个华为到路上去了。OK， 开局不利，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iQOO真的好亮，朋友们，其他2台都不太行啊。先来看一下这个导航期间刷美团刷快点，猛刷。好像都没什么问题吧，就是会有正常的加载暂时都还没有锁帧，我们大概就刷个15分钟左右吧。因为3台手机亮度都降了挺多的，我们就都把风扇拉到那个手动最高的模式。对着美团好像出 bug 了，为什么无法连接到网络啊？抖音是对的。还以为是这个手机的网络出什么问题了呢。垃圾美团，做不了人上人，不能刷美食团购，只能刷拼好饭。拼好饭也可以刷，我只会吃拼好饭是吧？是的，都给我吃拼好饭。已经刷完15分钟美团了，导航让我们执行依旧左转。走了这个20来米另外2台实时位置都变了，只有这个华为没有变它还在前面那个路口iQOO 是最早过来的，荣耀稍慢一点点而且荣耀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准的，iQOO 这个位置它是还在下面一点点的，我们是在荣耀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事情你这个荣耀的风扇声好吵但是它屏幕又是最暗的，好吵我的这个距离好清晰。又往前走了这个50来米这个华为已经规划了，但是它这个位置偏的有点太多了吧？但是你是往前规划的，但是位置确实是比较差一点的，我们并没有在那个上面。
这个爱酷呢，它也是规划了路线，但是它是向后的，但是它前面又有着备选路线，成定等一下就切换了。然后这个荣耀，没有规划新的路线呀，是比较慢的啊。哎呀，想吃橘子给你们买好吧？怎么说啊？就规划了。规划。哦。往前又走了3-5米啊，这个爱酷跟荣耀都是规划了新的路线了，往前了。刚刚走完那条路啊，过了个红绿灯，发现这个华为啊已经规划了呀！What the fuck？它规划好积极啊。这定位，但是它这个位置不是很对，它又到路上去了啊。其他2台就位置对了。它在规划的前1秒位置是对的啊。OK。规划完就不对了。天空一声炸响，走了呀，就100多米了吧？爱酷跟荣耀都规划了新的路线了，但是好像是，这是怎么说啊？往回的路线吧？就要你们掉头呗。走了不到10米啊，就直接切换到前面路线了，都正常了。 2台都切了吗？都切了。过了一个马路呀，爱酷和荣耀的规划路线在马路对面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马路的这一侧的。刚刚走的时候，他们俩实时位置都是对的，现在只有荣耀是对的了。爱酷现在回来了啊，荣耀现在是对的，华为就比较牛逼了，它的规划路线就在这边。哎，所以我的位置就在路线上。好积极啊！超级积极，好吧，往前走了。刚刚那段路上，爱酷的实时位置一阵对一阵错的，反正啊，现在也是不对的。现在我们在等红绿灯，看看3台手机有没有续通行走啊。其实待了一会儿了，好像是没有的，都是在这个300米左右吧。但是华为好像又是规划的在我们要走的路线上了，怎么说呀？啊，屌爆了！遥领先啊！遥领先，到调理点这块了，3台手机的位置，反正都不怎么样吧。 我们上去看看谁会更准一点。但现在这里华为好亮啊，有没有感觉到？没用过现在这么亮，干嘛呀？它倒也是，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暗的。主打一个遥遥领先，好吧？上去调理吧。好，等下看你电池要不要领先，好吧？别管，是调理。一走上来，我这爱酷实时位置就对了。荣耀也是一样啊，实时位置对了。 华为还在规划路线上面啊。那其实你就我的规划路线就在马路这边，它就离得比较近嘛，它就不会动嘛。导航了45分钟啊，期间还上了15分钟的美团。而我这个华为呢，定位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路线规划非常积极啊，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美团刷的过程中呢，反正倒是没什么问题啊，也没有锁帧啊，就是降了点亮度。又不是只有你没锁，反正我这样说。 降了点亮度吗？那么暗，我们爱酷还是比较持久啊。但是它的导航表现就是正常的水平吧，中规中矩。积极讲话的时候，感觉旁边站了个不倒翁一样的。我这个荣耀位呢，全程实时位置还行吧，但是路线规划就比较一般了，然后亮度呢也比较一般了。不是比较一般，是3里面最差呀。现在我的荣耀位还有82的电，我的华为还有75的电。 爱酷只多一点，76啊。那你们亮嘛，这个人对吧？现在中午的12:09分，已经使用了1小时46分钟的手机了，然后其中算了2分钟的荣耀的这个桌面时间了。这个是记了桌面的啊。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樱木最爱的小食堂吧。不是你的吗？你的，就是你的。你的，你也是。就是你。依旧可以爽吃了，没人能阻止得了你。3台手机现在都有环境色自适应啊，感觉差不多吧，但是左边的爱酷会稍微亮一点啊，华为现在是有点暗的。 我们用联通卡打个电话，点，秒通，没什么太大的差距。现在我们在微信里面发送着消息啊，点。哎，左边的爱酷会稍微慢一点，另外2台都可以了，那不管它了。哎，走了。爱酷发出来了，但是它没有收到。现在我们进入到微博里面来了，只有中间华为是刷印出来内容，哎，荣耀也刷印出来了。爱酷不软了吧？另外2个再试一下。 哦，华为很快，还是华为快，但是左边也加载不出来。右边的荣耀，这是什么东西？现在进入到抖音里面来了，只有荣耀刷新出来新的内容了。哦，好像也不太行的。对着评论区试一下吧，点。尽力了。现在我们切换到电信卡，再来打个电话。3、2、1，点。 华为会稍慢一点点，它就不是很慢。现在我们到微信里面来发送3个表情包啊，点。好像右边的荣耀发出去了，另外2个还在转圈。哦，荣耀和华为都 OK 了，又上爱酷了。爱酷又是发出来了，没收到。现在我们进入到微博里面来了呀，这个华为和荣耀是有新的内容啊。爱酷虽然显示在这个界面，但是它是刷新不出来的。那我们也都再刷新一下试试吧。
3、2、1，送。哦，旗鼓相当了，再来一遍看看华为荣耀。3、2、1，送。荣耀会稍快一点，而且图片下得快。iQOO在旁边就跟炸了一样。现在我们进入到抖音里面来了呀，只有荣耀刷新出来新的内容了。iQOO跟华为都是显示无信号可用。iQOO也能刷刷看，刷不出来，只有右边的荣耀可以刷动，华为也不行。结束了思康的上午茶环节啊，三台手机电话方面，联通和电信表现都差不多，但是信息流方面的话是荣耀最好，华为其次，iQOO拉完了。谁是 iQOO 啊？无论联通还是电信，反正 iQOO都挺差的。现在到第二车库来扫一下墙上的二维码，都是4G 网，微信1米。哦，差不太多吧。现在离那个二维码大概4、5米的样子，怎么就有手机放大了呀？来吧，能扫出来吗？右边这个荣耀放这么大，我还是扫不出哦。走吧，往前走吧。哦，iQOO先扫出来了，华为最后是荣耀嘛，所以提前放大也没什么优势啊，对不对？哎，荣耀不是你的手机，是你的。很暗的地方，微信1米，来吧。华为屏幕很亮，但是扫的比较慢啊。继续3米，3米。哦，荣耀扫不出来了。荣耀要亮一点才扫得出来。哎，等一下，荣耀是你的。准备打铲了呀！我的荣耀 Win 啊，看好了，能够开最高至臻加165加超轻啊，拉满了，朋友们。你这个后面是为了上不了网，所以就不撕吗？啊，对，担心撕掉之后就没有网络了。165它也稳不住，我们至臻144也很高了，好吧？你144能稳住呗？那肯定比它能稳得住啊！哦。 60几个，好，我就看这两个人至臻165、144的稳不稳得住吧？反正华为应该是稳。好，吃饭去吧。华为稳不住啊，华为不是稳45吗？别管，那也是稳。然后另外呢，我们3台手机的风扇都从刚才的手动最大模式改为了智能模式了，然后也把相关的什么负载呀，包括游戏模式都还原到了基础的平衡。游戏刚开始不久，朋友们，这个华为经典45帧，好吧，稳不住60啊，反正经典嘛。你开高性能嘛，反正开高性能也稳不住，好吧？那你要不要把散热也开到极致啊？开吧。别的华为设备没有风扇，一会儿再来看你的，好吧？你怎么说啊？iQOO 120可以了。你不是144吗？你在嘲讽别人？看他是什么吧？你多少？荣耀165。啊？165的蛋，上面写的144。哎，你现在多少？120了。也没稳多久啊！难兄难弟了，好吧？把风扇干脆就调上去，好吧？看能不能稳住啊！都调。华为拉完了之后，感觉还是拉完了，朋友们，就依旧不是很流畅啊。我们一个牌子的所有手机都是这个帧数，怎么不叫稳呢？太稳了。坚持了好像1分钟，iQOO又回到了120。OK， 荣耀 Win 一样也回到了120。交给你了一个任务呀，快点开导。导皮带。导弹，快点。哎，这里没有腊肉啊！不是腊肉啊！看错了，茄子啊！这好像腊肉啊！我真服了，这个菜就卖你17块钱，你还想吃腊肉呢？打了20分钟了，看了一眼手机，荣耀 Win 变成了90帧了。OK， 你有变化吗？我能有什么变化iQOO还是120，稳的一批。太稳了。又过了7分钟左右吧，这个荣耀又回来了，这个帧率啊，来回蹦的什么意思啊？搁着跳嘛。iQOO不行了。你们俩怎么了啊？就只能有一个人行，是不是？没有撑多久啊，这个荣耀 Win 又降回90了呀。OK， 也过了几分钟吧，也就。这把游戏打了34分钟，游戏刚开局，反正就在120帧。我们打开了性能模式，也保持了能有10多分钟左右吧。反正最后打开性能模式，把风扇拉到最大，也只有90帧了。现在iQOO还有55的电。华为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啊，不管是开风扇、开高性能，表现都是45帧左右。现在华为还有60%的电。荣耀就是刚开始那个165没稳多久啊，然后开完游戏模式之后呢，是回到了满帧165，但是又是没有多久就是120，然后90、120、90、120来回浮动了。游戏结束的时候呢，应该也有一个90帧左右吧。
然后现在荣耀还有68的电了。那大电池优势出来了嘛？接下来就把手机交给大师，那拍点照片吧。那就开始拍照了。爱酷和荣耀用的是鲜明啊，然后华为用的是默认原色啊，其实都是他们默认的，一倍拍全部的菜，两倍拍单个的菜啊。爱酷的鲜明一直都还挺鲜明的，华为这个原色不是个原色啊，也是偏浓艳的。反正一倍这种我是觉得荣耀的要稍微难看一点，反正我从取景器上看是这样的。爱酷这个鲜明真的好鲜明啊，而且他们都识别到美食了。华为这个原色确实还是比较好一点的，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也不会到不好吃吧。那个被司康倒过的菜我们就不拍了，就感觉有点恶心啊，不是因为它倒过所以才恶心啊。由于华为的这个长焦很明显是有长焦微距的啊，那我们就再来一张长焦微距的。其他两台好像长焦微距比较拉一点。荣耀 Win 就是这个位置，大概是个25厘米、30厘米，而且它离近的时候这个颜色变得好奇怪了。华为就这么近都还可以，这还没到极限，但是我遮到光了。爱酷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了，只有半米了。大师拍完照了，吃饭期间依旧是半个小时 B 站的1080p 原画直播。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荣耀已经拿到最高的亮度了，但是还是没有其他两台没有拿到最高亮度那么亮啊，所以其他两台降了一点，现在是差不多了。好，开吃。这个大师没吃饱啊，我们在这里再放个20来分钟的 B 站4K 60帧视频吧。刚刚看完直播了，你搁那狗笑什么了？你刚刚躲那边。刚刚放了25分钟的 B 站4K 60帧视频啊，现在我的华为还有49的电。OK， 不是我iQOO怎么只有45了？你垃圾呗！我的荣耀还有59的电，非常的坚挺啊。现在是下午的2点36分，已经使用了3小时50分钟的手机了。主要是现在外面好像在下大暴雨。哎呀，怎么说呀？我要不要再搞点别的东西啊？那你们搞点什么？刷一下信息流好不好？出去淋个雨。刷个信息流吧。刷信息流吧。朋友们出来了呀，天黑了，天真的好黑。来看看你的。还可以吧，还可以。OK， 啊，你也是啊 ，OK， 经典。怎么办？天真黑了。45分钟雨还见大呢，反正还有30度啊，哎，没见得凉快。要不趁着雨小，赶紧把拍照拍了吧。拍什么夜景是吧？好黑啊！现在真的好黑，朋友们。外面还在下雨啊，我们今天就到室内拍一下照，录一下像了。然后呢，3台手机都是4K 60帧啊，但是有一点，这个荣耀的超广角是不支持4K 60帧的啊，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啊。我现在慢慢的向他们走过去啊。OK， 华为这个还是显得比较舒服一点的，又开始笑了呀，笑啥呢？好，这是爱酷对准他的脸啊，这是华为对着他的脸，这是荣耀对着他的脸。那我还是觉得华为的比较好看，而且这个爱酷怎么感觉动起来的时候有点掉帧呢？好，现在转圈啊，走着转。爱酷绝对掉帧了，只有它的那边有那种卡的感觉啊。现在离远一点，向他们跑过去啊。我就觉得爱酷的防抖好像差一点。好，跑着转。效果大概就这样吧，但爱酷真的是有点掉帧的。刚刚那一段只录了1分钟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切一下镜头吧。先试一下爱酷，啊，0.6倍 ，OK， 1倍切了，3倍也切了，好，它最高是15倍啊。我觉得它15倍的这个光线也不算特别好的地方已经不太行了呀。再看一下华为，啊，超广角是 OK 的，拖1倍啊切了，它的取景框是最清楚的。看一下长焦 ，OK， 长焦也切了，它最高是20倍啊。哦，我觉得华为的效果比爱酷还是要好蛮多的嘞。反正大概光线都不怎么样呗。然后是荣耀，荣耀只有1倍和3倍啊。好，3倍。它3倍是切了，但是我感觉它切过去之后那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它最高是10倍，就这么个效果了。OK， 那我们就一共录2分钟吧。前置录像3台手机全都是有4K 60帧啊，然后呢，华为它是没有自动切到这个广角的，我们给它切过来了。荣耀是有0.8倍的，爱酷是没有的。来吧。 OK 了 ，beautiful lady 们 ，and beautiful boys，
咱做在前置手机的3台手机的前置录像啊，前置手机。然后画面中其实我还是会比较喜欢华为的这个，华为的取景框就清楚很多。对，然后左右2台的话，就是会感觉有点这个糊糊的美颜给重的感。对对对，然后颜色的话，其实华为和这个荣耀会稍微比较让我喜欢啊，就偏冷和白一点，然后这个 iQOO 就有点那啥了，好吧？那种暖黄黄绿色不好看，感觉脸上涂了青草啊！不多说了，往前跑吧。你脸上是涂了呀？也不说什么炫光了吧，但是这个宽容度感觉iQOO就比较差一点了。反正我还是比较喜欢华为和这个荣耀了。确实，太多了。华为的效果是最好的。我们现在用前置的拍照模式拍照，人像这个前置就不拍了，然后华为它是自动缩到了0.8啊，荣耀也是啊，iQOO 就没有了。来吧，都还是他们默认的3、2、1。我是觉得好像华为的看着会比较舒服一点。现在用后置的拍照模式啊，今天就不是人像了，拍他们2个，先拍一下人啊，在这个室内，他的手又到你舌头去了，但你不要乱动，不准动了，不准动啊！华为的超广角不仅广，而且感觉效果也比较好啊。我要的手越来越上了，他已经接受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要把脚翘起来，来2倍裁切啊！这个iQOO取景框也不是很清楚，而且感觉后面好过曝，因为后面有一些那种小摊子嘛。现在这已经是事后的状态了。你太压抑了吧？然后是长焦，我拍你一个人算了。哎，反正我从取景框里面看，iQOO的这个焦外的效果，包括后面那些灯，效果都很差。华为就还是那个阴影处感觉有点发紫，就他整个人的脸感觉有种憋红的感觉。但是它焦外效果什么那些都还挺好的。接下来就不拍人，还是往那边拍，那边有一些小摊子什么的。他们的色彩模式都是默认的，什么鲜明啊、原色啊这种。只有华为把那个鲮鱼炸鸡腿那几个字和招牌给还原出来了，那个招牌就是这个纯色的。在预览框的时候，对，预览框里面这2个都是黄色的，并且都有点过曝了，然后只有它是 OK 的啊。到10倍估计测光这些东西是变化的，他们也把那个颜色还原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华为这么准呢。华为这个就还是那种比较橙色的，其他2个还是带点黄的。荣耀这个10倍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紫边了，鲮鱼炸鸡腿那几个字的边缘已经明显的发紫了。都有长焦，那我就再拍个远的吧。我拍那个上面的电影院哦，我知道那是个电影院，因为我来这里看过电影。它倒闭了吧？是不是？我好久没来了，我还充了会员呢，别倒闭啊！它可能是光线比较暗吧。好，就拍那个电影院的招牌啊。像这种光线情况不太好的时候，这个iQOO跟荣耀那个噪点都比较明显了，华为这边还是不错的，但是能感觉到它是有点涂抹的。荣耀在这种光线下，它已经要等一会儿快门了。iQOO 20倍已经要等了，等了大概1秒钟左右的快门。哦，华为这个防抖有点矫枉过正，华为是完全不等快门的啊。荣耀这边它其实是可以开那个什么 AI 超清，我不开吧，因为它默认是没有开的，但它提醒我开。它也要等大概0.5秒到1秒的快门了。现在到外面来了，天已经黑了，朋友们。就随便拍一下吧。这雷声不断呢，等我感觉大的要来了，大的要来了，绝对要来了。依旧不拍超广角。完了，我家里窗好像没关。我家窗也没关啊，大家都差不多，好吧？大树下曹阿姨是吧 ？OK， 我们来拍一下大树下的曹阿姨，好吧？大树下曹阿姨，她真的叫大树下曹阿姨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她叫曹阿姨。你不要在这边，我只复述你的话。你复述就是要引起大家的歧义。真的恶心，你这个人。我的情商太高了，没办法。你的思想太龌龊了。一定要拍他。他就在我对面，我不拍他拍什么？今天这个外面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光线条件比较差。再来个30倍的好吧？我们就拍一下大树好吧？不拍曹阿姨了。我靠，已经开始闪了一下。对，恶劣的天气好吧？这一张荣耀这个 AI 就给它点开吧，它一直在这提醒我。可以看一下它 AI 超清中，怎么要这么久啊？有点慢。好久啊！啊，优化完成。哎呦，这瞄边儿，这个效果感觉还行吧？哪来的咖啡呢你？哎呀，我的呢？偷偷买的，偷偷买的。那为什么他有呢？那为什么他有呢？啊？他自己买的。他让你喝我的。我这真的恶心。对，你们2个凑一对就行。你们2个凑一对吧，你们2个有咖啡，真的恶心。iQOO 现在还有就是对 iQOO 现在还有38的电。配啥呢？我以为是荣耀呢。啊，华为现在还有，也是38。OK。荣耀还有54的电啊，今天已经用了4小时17分钟的手机了。因为外面在下雨，我们就先不做步行轨迹了，直接打车去后湖。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呀，然后3台手机这个车道呢都还行，现在都过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车道了，观察一下啊，不会一直拍，我们会要到那个隧道那个地方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在这个路上开了很久了，然后呢，过程中车道保持是中间的华为会稍微差一点啊。现在我们是准备左拐了，现在正在左转啊，看一下。哦，区别不大 ，OK。我们就快要右转了，再看一下，哎，好，右转，看一眼，哎，右边的2台会稍微慢一点点啊，感觉爱酷会比较灵敏一点。然后这个车道华为又错了呀，它又到最左边去了，我没有在最左边啊。它又回来了。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隧道喽，我们是在右边的车道 ，OK， 我们进隧道了。好，3个手机全都到右边的车道，非常牛逼。现在他们的路程是有一点区别了呀，暂时还不知道是谁比较好一点。好，我们刚进到这个弧线行驶，那感觉是华为滞后了一点了，其他2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一点的。左边的爱酷有点太提前了，我们还没有到啊，完了呀，他已经进去了，完了。好的，右边的荣耀也到了，我们离那个口还有那么远呢。好，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左边了。华为变准了，华为有点它停住不动了。我们刚进啊 ，OK， 华为还是比较准的。哎，可以啊。它一开始感觉差一点，但现在好一点了。完了，其他2个车快太多了。哎，右边这个荣耀怎么会入主路了？急不可耐了，遥遥领先，想要领先，知道吧？好，出隧道了。OK， 华为的进程是比较准的。好，刚并入到主道。OK， 爱酷其实也还可以，只是在里面有点拉。这次导航比较久呀，有34分钟。在隧道里呢，是华为的表现会稍微好一点，它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进程。爱酷和荣耀都不咋地，感觉荣耀会稍微差一点啊。但是他们在那个外面的时候会好一点点啊，但除了车道准一点。对，除了隧道之外的路程，华为的车道表现就稍微有一点点差。现在爱酷还有34的电，华为也是34，荣耀是51的电。先用支付宝扫入共享单车2维码吧。降温了呀，现在也就25度，确实很凉快，但是暴雨黄色预警，朋友们，暴雨黄色预警，来吧。爱酷会慢一点啊。笑什么？自己说。笑什么？笑什么？今天天气非常凉快，然后心情愉悦。对，暴雨黄色预警，你在这边心情好？心情好，就是很凉快，不用。快点说什么事情？我都不说。那我说。我说完你说，快去休。我跟大家说好吧，这个人，我们刚刚进去上厕所。闭嘴！我们刚刚4个人进去上厕所，就突然听到有一个人一边在排泄，然后一边在放屁啊，而且还放得特别的响。我就不说是谁了，你这没喝完，你就要喝下一个呢啊。来扫吧。干什么？你刚刚对我是什么手势啊？我到时候不会给你打码，你到时候自己去解决啊。妈的！扫一下这个门口的2维码啊，来。OK， 这个速度倒是没有很大区别哈。已经到这个信号，估计在放假的时候不是很抽象的书记草原草啊。然后我们已经拍了1分钟微信视频了，来吧。准备点击发送，3、2、1，点。华为就是会稍微卡一下啊。哇，右边的荣耀已经发完了，它没有导出啊。现在网速应该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放假了。OK， 爱酷要赢了，爱酷赢了。好，看一下华为，它发出来了，发的速度感觉也就一般般啊。我还以为它发的会很快呢。基于下载一个360兆左右的这么一个游戏的安装包啊，来吧，3、2、1，点。哎，等一下，荣耀重试，快！网页服务错误，完了，华为已经要下完了啊！华为下完了，华为就要下完了。OK， 华为已经下完了，爱酷速度上去了，被华为抢了。啊，荣耀现在速度也很快，别来沾边。OK， 爱酷也下完了，荣耀疯狂操作了一下，它速度也还可以啊。但是就你看到这里，虽然大家信号都挺好，但是就会出现这个下载失误的问题哦。OK， 荣耀也下得挺快的。第一把王者荣耀10H 3台手机都是均衡模式，我爱酷和荣耀就开了144，这个华为就只能120了。第一把王者荣耀Switch演得不够狠啊，赢得有点快，只打了不到13分钟，3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任何问题。接着我们开始第2把，他们2个拉一下负载，我们又可以拉的。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他点了一杯西红柿蛋汤哦，还挺好喝的，朋友们。苏一现在有这玩意了，就
虽然很猎奇，但是喝着还不错。驾照负载的东西跟上午差不多呀，就这些。哦，好，你也就是那些东西呗。打了快10分钟，我这爱出120了。那你开吧。开游戏。不逞多让，我的这个 Win 90了。OK。我也开。不知道两个人在嚣张什么，120很稳啊。你不一开始就120吗？反正很稳，就稳。我这华为开了性能模式，i2回到144了。哦 ，Win 也回到144了。这把游戏打了16分钟，i2在9分钟锁到了120帧，后面开了性能模式，回到了144。大概在13、4分钟的时候，460呢大概20秒左右。这个荣耀 Win 跟 iQOO 如出一辙，也是9分多钟呢锁到了120和90啊，就是反正帧率也高不到哪里去。开完游戏模式之后呢，也是回到144，然后网络跟帧率就后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打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吧。主要是外面在打雷。对，就在这里耗时间，好吧？跟你放屁呀！你他妈的！现在来微信视频通话了，然后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间的华为比较清楚，但是它视野比较窄一点，其他两台就比较的广一点。最广的是这个iQOO，但是iQOO很糊啊，它比荣耀 Win 还要糊一点。然后华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非常的卡，大家能看到吗？还是这个问题，就这个鸿蒙不知道升级到哪个版本之后就很卡啊，能看出来啊，我头也要晕了。后视镜的话跟前置差不多啊，广度的话就是左右两边的两台会比较广一点，中间的华为会比较窄一点，但是它还是很清楚，但是它还是很卡，朋友们，你动一下吧，很卡啊，就真的是 PPT 能够看出来吧，延迟也是比较高的啊，就这么个情况。刚刚聊美了呀，打了12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呀。先来看一下时间好吧，现在下午的4点49分，已经使用了5小时54分钟的手机了。然后今天还有点东西没有搞，我们在这边再刷上20分钟的信息流吧。现在荣耀还有36的电，华为还有10%的电。iQOO是14啊，最后实车反超了。OK， 20分钟信息流，再刷一下吧。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他刚突然来一句：“不行了，我憋不住了，我要拉屎了。”然后我们就闻到了一股恶臭。然后他现在搁这脱袜子呢，他把他的白袜脱掉了。为什么？因为外面在下雨，他今天穿的拖鞋，他不想弄湿了。真恶心，我真受不了了。你坐这来了，是真的臭吧？真熏晕了，真的好臭吧？我严重怀疑已经出来了。拉完了呀？好了，本来我们打了3角洲啊，但是有些家伙好像撑不住了，而且这个也对这游戏不是很多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再去打1把或者2把的王者荣耀，然后他们的游戏模式呢都是关掉的，就是均衡模式，但是负载呢都是拉到跟上午一样的了。你还多少电啊？现在我的荣耀 Win 还有33的电。那你是真的多呀。华为还有5%的电。iQOO有10%。OK 吧？感觉司康试完小零食之后，口条变顺了一点，为什么？刚刚被堵住了吧？好了，开打吧。太出声了！我辛辛苦苦把别人打残血，他就斩杀人就没了。到底是哪个人这么出声呢？谁啊？是谁啊？谁啊？装吗？再装？不知道啊。再装？不知道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又准备再点第2波喝的了，是因为今天在这待太久了，外面在下好大的雨。给大家创造一点营收。本来我们是要去步行轨迹的，但是你们又没电，外面又下雨，就算了啊，今天就多打游戏啊。这个华为快 G 了呀，这把游戏现在打了5分半啊。30秒后 OK， 用了6小时23分钟。OK 吧，6小时20几分钟，还行，还可以，但是你那个负载确实不高哎，不重要，亮度高，但是负载不高，使用流畅。OK， 已经没了呀，进入超级省电了呀。记了，今天就记了。你还有多少？iQOO还有6%。OK， 看你还能撑多久吧。Win 还有31的电，那确实比较厉害了。朋友们，这玩意真的还挺好喝的，它中间这个白的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布丁还是麻薯的那种口感，好清爽啊！这个好像是从什么蜜橙之恋那边学过来的吧，像是分子料理，确实好吃啊，确实是。这把游戏打了14分钟，2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什么问题，另一个已经退赛了。我的 iQOO还有2%的电。荣耀 Win 呢还有28%的电呀，现在是5点46分，用了6小时32分钟的手机了。接下来再打1把王者荣耀试为止，然后看应该打不完了。对，打不完了，就看这个人什么时候嘎就嘎了。来吧。第4把王者打了4分半，然后我的荣耀锁到了90帧了。
就是我们只是在耗电而已，你怎么说真的呢？不知道，那还是开游戏模式吧，开吧，问多久吧。然后这个爱酷现在还能144上下浮动呢，确实，然后它只有1%的电啊，1%的，感觉爱酷快要关机了，不太稳定啊，这是什么70-80帧？刚刚还有100多帧呢，应该马上就要炸了，感觉就快没了啊，因为它快没电了。让这爱酷守住了，这把游戏打了快13分钟，它现在还是1%的电，但是这把游戏的帧率就非常的不稳定了，就90、120来回窜，最后应该是最高就到120了。反正这把呢，荣耀开完游戏模式之后，帧率跟网络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呀。还打吗？不打了吧？不打了吧，算了吧，就这样吧，结束了。现在时间也是，现在时间也比较久了。6小时47了啊！对，这个爱酷放电还是感觉放的比较干净的，就这样吧。6小时47分钟，剩1%的电，撑死可能7个小时不得了了。对，撑死就7个小时了。OK， 那也还猛了嘞，因为已经负载还挺高的了。等会儿给大家总结一波吧。OK 啊，非常疯癫的一天结束了呀！上午大太阳，下午狂风暴雨啊！我这台华为呢是用了6小时24分钟进入了超级省电模式，续航就是一如既往的一般，好吧？对得起6000毫安的电池，好吧？爱酷是6小时47分钟，剩了1%，感觉这个1%还能再炸一炸，撑死7个小时吧。就喜欢炸一炸是吧你？今天的赢家荣耀卫呢，6小时47分钟还剩23%的电量啊，13，毫无疑问啊。但是这1万毫安时电池也确实大了不少，也对得起这个表现了。我这台荣耀卫呢，其实今天的表现比较好的，其实我大概记得只有一个厕所里面的信号啊，确实无论联通还是电信都是比另外2台表现要好一点的。但它的实时位置呢，其实就是跟爱酷坐一桌了，但是也没有华为那么好。无论实时位置还是这个路线规划呀，不好说，就一般吧，好吧。然后它今天这个亮度也是我们这3台里面呢最低的啊。但我这个低其实不是说它本身亮度低，是另外2台对手也比较强，他们的上限比较高。你这个本身亮度不算特别偷，但是呢也高不到哪里去，高不到哪儿去了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今天的这个游戏的性能表现啊，也是比这个爱酷略强一丢丢，怎么说呢？有吗？就是比它锁帧来的晚那么几秒钟吧，好吧？哦，这么个略强啊。对，然后90，你认不认啊？我不认可，它锁90。就是到后面这个荣耀呢，帧率一下来之后，就是也很难回去了呀，就上上下下来回起伏，一般吧，好吧？华为今天的表现，除开性能，除开续航，除开拍照，因为拍照不是我的环节，除开手机你就回家吧，你就。其他方面的表现，我觉得都是中规中矩来形容吧。亮度表现在3台中间也是中间内档的，网速呢也是中间内档的。导航表现就是定位感觉不是特别准，路线规划还是挺积极的，但是它的隧道里面的表现又非常的好。最后再说一下它这个性能，只能说对得起华为一如既往的表现。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华为呢，它整体的续航其实是偏假一点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是因为它的负载其实是比其他2台要低了蛮多的嘞。你别看这个时间差的不大，但实际上你这个续航应该是要比我们今天体验出来更差一点的，因为你负载太低了。我只能开这么高的负载。那确实了。刚刚有人帮我洗过了，我就不说爱酷续航这个问题啊。虽然只多了20分钟，但其实多很多的。它今天的亮度真的是非常的意外，超级爆炸，很高，跟我们冬天用的时候一样，亮度比华为真的是遥遥领先。它的性能来说表现就还可以吧，在正常电量模式下的王者也没有锁到90帧的情况。今天看的话，就至臻加144的负载实在太高了，什么风扇全拉满了也跑不住，也是正常情况。它今天稍微差一点的是在厕所里的信号表现，还有就是它的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在隧道里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就是快进了非常多，感觉今天导航都是被华为秒了呀。高德地图步行导航表现就中规中矩了。那么拍照相关的部分，这儿大师继续来说吧。3台手机的拍照是很好总结的，荣耀呢就是3台手机里面我觉得相对比较差的那一个了，因为它拍摄规格也会低一点，它后置的4K 60帧超广角是不能拍的啊。爱酷呢就比荣耀稍好一点嘛，拍摄规格稍微高一点，然后用了 vivo 的蓝厂那一家的算法嘛，所以就感觉整体的拍照效果就一般般啊。然后华为呢，就是这3台手机里面，拍照最好的了。它也就是比 Mate 80 Pro Max 少了一颗6倍的那个长焦，其实那个4倍也很够用了。可以说它是带风扇的手机里面拍照最好的了，朋友们。
而且它的取景框的预览什么那些都比其他两台手机要好很多的。成片的话，大家反正在视频里面也看过了，就自己去评判吧。但首先那个微信视频通话的那一块吧，就华为感觉就是鸿蒙的哪一个版本更新完了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卡，但是它是很清晰的，比其他两台安卓的手机是要清晰一点的。但是其他两台安卓手机呢，画面就更广。虽然没有那么清楚，整体的效果大家就自己去拿捏一下啊，因为华为这个确实我觉得已经卡到有点不能用了。反正今天的使用里面，感觉这几台手机呢，那个风扇对于游戏的提升没有很明显啊，但是对于那个屏幕亮度的那个提升还是会有一点的。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在外面去拍照，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左边这两台手机啊，它们首先屏幕自己就亮，其次呢，那个风扇的加持之后，感觉整体的那个亮度也可以保持的是比较好一点的。包括在拍照的时候，那么又到了最后紧张刺激的评分环节了，相当主观的主观评分啊。由于这三台手机差价也比较多，所以这评分的差额也会比较大，不像之前一样会比较接近的。那么谁最便宜呢？是这台荣耀最便宜啊。同为16加512G 的版本，我们现在能搜到最低的价格，它只有4200多啊。对，而且跟朋友们说一下，4200多，5200多。6200，每台差1000啊，那性价比不可谓不高啊。那我们从哪个开始揭晓呢？那就先从我开始揭晓吧。经过我们几个人的这个慎重讨论啊，我这台荣耀的综合评分是74.8分啊。它的优缺点非常的明显，就是续航好。然后呢，屏幕亮度就不是很高了也不是很持久，但性能什么那些表现都还可以啊。对，然后性价比也确实是还可以哦，在目前来看真的不错了。公布了一个最高分，现在中午下中位数，我的 iQOO 15 Ultra 主观综合评分69.8分，差一点点上70主要还是价格稍微贵了一点，但是它的屏幕表现我非常满意，很亮，游戏性能也还不错了。就续航差一点嘛，差一点点吧。最后呢，就是这个华为没有去掉最高分，也没有去掉最低分的，最终评分是65分，都没去掉啊，朋友们，都没去掉，什么都没去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价格是这三台里面最高的，而且续航也没有很持久。就是可能就拍照领先一点吧，其他方面就中规中矩。拍照是领先很多，不是领先一点，好不好？好，你说的都对。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干什么嘛？关注离线玩家。好来，我们每天都见，白的搞白，并不想跟你每天都见，一键3连加关注啊，拜拜。